当小区保安的第一天，一哥们气势汹汹跑过来给我递烟。兄弟放个行，我老婆跟别人进去了。我轻咳一声，例行询问，请问你是否是小区业主，住几栋几单元？哥们愣了一下，挠着头说不是。我摆手拒绝，本小区只限业主通行。他叹气一声，随后竟真的在小区门口蹲了起来。见状，我又用力咳了好几下，扯着嗓子吼，本小区现行业主，是业主才行。捉奸哥们猛地抬头，那一刻我们二人两相对视。哥们笑了，我也笑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自从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就一直待在家里炒股。凭借我敏锐的嗅觉和果断的性格，几年下来也赚了不少。但是我爸妈对这事非常不满，嫌我整天坐在电脑前，腰椎颈椎都坐坏了，又说我整天在家里也不和人接触，早晚要闷坏了。他们非让我找个工作出去走走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走出家门，转头应聘小区物业的保安。虽然工资不高，但好处是离家近，也没什么活，整天在门口站着就行了。累了坐下也能回保安亭歇着，还能摸鱼继续炒股。我觉得也行，颇有种大隐隐于市的自得感。成为保安的第一天，一个穿着 T 恤的小伙子气势汹汹地跑了过来。他一边从兜里掏了2下给我递了根烟，一边露出有些局促的笑。哥们儿，开下门放我进去下呗。看到我疑惑不解的眼神，他脸上的尴尬又多了几分。我老婆刚挽着别的男人进去了。哥们儿，行个方便吧。见我还不相信，他还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。你看，这是我和我老婆的结婚照，刚进去，你有印象没？一看到照片里的人，我一下就有印象了。这女的今天穿了一身衬衫搭超短裙，刚刚和一个男的搂搂抱抱进了小区，男人还对她动手动脚，她衣服前面几乎都被撕破了，那画面我看了都脸红。这能不印象深刻吗？我轻咳一声，例行询问，请问你是否是小区业主，几栋几单元？哥们愣了一下，挠着头说不是。我摆手拒绝，但眼神暗示本小区只限业主通行。他叹气一声，随后竟真的在小区门口蹲了起来。见状，我又用力咳了好几下，扯着嗓子吼，本小区现行业主，是业主就行。捉奸哥们猛地抬头，那一刻我们二人两相对视。哥们笑了，我也笑了。我是业主，是业主。业主小伙子被放进去没多久，小区里面就传来一阵争吵声。我见时间差不多，就拿着电棍前去巡视。一过去就看到刚刚的小伙子拎着一个男人的领子，正把人往地上灌。被他抓住的男人毫无还手之力，只能双手抱头，哎呦哎呦地呻吟着。那个女人裹着张床单，狼狈地从楼里追了出来。别打了，不能再打了，要出人命了呀！围观的居民议论纷纷，好像这女的和现在打人这个男的是夫妻，女的出轨被老公抓了个正着。这女的，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啊？你这么一说，好像还真是呢。几个好事的居民已经开始掏出手机，对着他们拍视频往网上发了。那个女的拦不住老公暴打男小三，只能呜呜地坐在地上哭。看着大家的手机镜头都对准了她，一声惨叫，拿床单捂着脸，才又跑到楼里面去了。突然一个声音响了起来，这不是那个网红吗？一直在网上营销自己传统保守，是贤妻良母呢。你这么一说还真是。这时几个流里流气的男的走过来，拦住了气得满脸通红的小伙子。谁让你动我们兄弟的？我们兄弟睡你的女人，那是看得起你。见势不好，我赶忙掏出电话报警，然后拿着电棍就冲了上去。小区内不许打架斗殴。哎呦，你什么意思？刚我兄弟挨打的时候，你怎么没动静啊？我不卑不亢，拒绝自证。总之，现在你们不能在小区里打架，老子非要动手呢。眼见形势严峻，围观的居民里立刻走出几个大老爷们儿。怎么个意思？
敢来我们小区撒野，勾搭人家有夫之妇，还好意思打架。刚刚还气焰嚣张的小流氓，一看这几个壮汉身上的肌肉，立刻就有些怂了，但又不想就这么丢了面子，就只能干站在原地放狠话：不关你们的事，我劝你们不要管，不然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们想让谁吃不了兜着走？两个警察一脸严肃地从人群后走了出来。我们小区就在派出所旁边，所以出警速度很快。我赶忙站出来，指着这群小流氓道：我是这个小区的保安，就是这群人睡了别人的女人不算，还要打这个被戴了绿帽子的兄弟呢。又是你们！警察看起来也不是第一次见到这几个小流氓了，他们皱着眉，不顾小流氓们的恳求，直接把人带走了。周围群众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。这保安真不错，脑子活。就是会说话会办事儿。来抓奸的年轻人现在也慢慢冷静下来，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：多谢大哥，要不是你，我今天还不能成功捉奸，就算捉奸也会被那个奸夫的狐朋狗友摆一道。举手之劳，举手之劳。我随意摆摆手离开，重新回到小区门口站岗。还没一会，那个女人哭着追着抓奸的年轻人跑了出去。因为这件事，物业经理还特地找我谈话。你那天那么做是有正义感，是好事儿，但是你招惹了那群小混混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？凉拌，说破天去也是我有理。你跟一群流氓讲道理，他们要找你麻烦可怎么办？见经理一脸担忧，我却满不在乎。那就让他们试试吧。当天晚上，我正在门口站岗，那几个小流氓就凑了上来。他们还想挑衅我，但是被我直接一顿胖揍。这些年来，我虽然一直在家里炒股，但是还是坚持每天去健身房，一周还上2节泰拳课。打比赛不一定能赢，但是对付这几个小流氓那是手到擒来。小流氓被我打得屁滚尿流，闻声赶来的小区居民齐声叫好。第二天，携着小区卫士保卫平安的锦旗就送到了我们物业中心。物业经理笑得合不拢嘴，这还是我们第一次收到锦旗呢，招你来真是太正确了。那个被抓奸的女的还在网上带过几次节奏，说我们小区不保护她的安全，但网友们根本没有被她带跑偏，纷纷夸赞我们小区的人有正义感。她一番吐槽，反而是给我们小区打广告了。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。我照旧整天巡逻，站岗，偶尔和小区的大爷大妈唠唠嗑，日子就这么风平浪静地过着。直到有天，一个女人领着一个17、18岁的女孩走进小区时，坐在我旁边的老大爷嘟囔了一句：又一个，真是作孽哟。我有些疑惑地看着大爷，这俩人怎么了？您为啥这么说？怎么，你不知道？知道什么？这女的带那个孩子来啊，是来打胎的。我更惊讶了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小区里面就一个卫生站，根本没有打胎的资质条件啊。当我向大爷求解惑时，大爷讳莫如深地笑了笑。当然不是去卫生站，是咱们小区的黑诊所。这些小姑娘不懂事，被人搞大了肚子，不敢让家人知道，图便宜就上咱这儿把孩子留了。这不会出问题吗？嗨，别提了。大爷狠狠地嘬了2口烟。何止是出问题，那个大夫1天学都没上过，就是硬打药。那些小孩在这做完手术，身体都毁了，以后都怀不上孩子了。那这就没人管？我有些不解地问道。哎，吃亏的苦主怕丢人不敢报警，别人谁能去管他们的闲事？这话说的倒也是，现在就是个人子扫门前雪的年代，帮别人出头不但可能没什么好处，反而可能会惹得一身骚。我心里一阵唏嘘，站了2分钟，还是没忍住。不行，这事儿让我看到了，我就得管。这么小的姑娘，不能让个黑诊所把一辈子都给毁了。我好说歹说，大爷才同意给我带路。哎，要我说人各有命，
你现在去了，说不定人家小姑娘还埋怨你把事儿闹大了。再怎么说，这也是个孩子，在家里都是爸妈的宝，哪能跑到个黑诊所被这么糟蹋？”老爷子不说话了。我们俩一路紧赶慢赶，终于跑到一栋居民楼里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黑诊所甚至不是在正常的居民住宅里。为了控制成本，他们仅仅是租了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。我和老爷子闯进去时，女孩已经被打了麻药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血水从她的身体里汩汩地流出来。那个领着女孩进来的女人还像模像样的穿了件白大褂，此刻满脸慌张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流了这么多血，这是要死人的呀！一听这话，我也急了，赶紧掏出手机。那女的却突然扑了过来：“不行，不许打电话，让别人知道了，以后我生意还怎么做啊？”我气不打一处来，狠狠一脚把人踹开。干这种造孽的事儿，你还想以后做生意？进监狱做生意去吧！那女的还想再拦，但是她的体力和我完全没法相比，最后被我推搡到地上，站不起身来。等救护车和警察赶到时，就见躺在床上的女孩唇色惨白，奄奄一息了。楼上的住户下来了几个，七手八脚的一起把女孩抬了出去。等到女孩上车离开，我才有心情打量四周环境。这个黑诊所不仅没有诊疗条件，而且卫生条件堪忧，因为空气潮湿，墙角甚至长了一堆蘑菇。垃圾桶里不知道丢了什么东西，散发着令人头晕的恶臭。女孩刚刚躺的那张床现在沾满鲜血，但仔细观察，居然发现这床单上还有烟灰的痕迹，连来办案的警察都看不过去，拎起躲在角落一言不发的女人，厉声质问道：“你也是女人，怎么能这么祸害别人家的女儿？”女人还理直气壮：“我这也是为了帮他们。你看看去别的医院，他们想堕胎会不会这么容易？帮他们？你做一次手术收上千，你这是帮他们？”女人终于低下头，彻底不说话了。伴随着女人被带走，这个盘踞在小区多年的黑诊所终于被斩草除根。社区的人匆匆赶到，急忙拍着胸脯保证接下来一定会做好宣传教育，保证此类悲剧再也不会重演。经过这件事之后，我成了我们整个小区的英雄保安。邻里邻居平时遇到什么情况，都愿意找我主持正义。没想到这竟然还给我带来了大麻烦。小区里一个老太太因此缠上了我，平时走路非要我过去搀着她，家里什么东西坏了，指名道姓让我去修也就算了，这些我都可以忍，什么工作不是工作？没想到这老太太最后甚至还想让我去给她儿子儿媳当免费保姆。你就去帮他们扫扫地做做饭的怎么了？服务我们不就是你们的工作吗？我们也交物业费了，几十块钱的菜钱你们就自己出了吧。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儿子可是公务员，为人民服务的，你们回报他一下怎么了？这老太太平时精神健硕，唯独跑到物业闹事的时候，官会摆出一副病歪歪的样子。但凡我们一要拒绝她的要求，她就往我脚下一躺。哎呀，快来人看看啊！物业欺负我老婆子年纪大了没本事啊，帮别人可热心了，一轮到我老婆子就推三阻四，不管我的死活啊！物业经理也有些为难，这老太太就是吃准了你热心肠好拿捏，这才过来闹事，现在我们也很为难啊。这也怪我们一开始低估了这老太太不要脸的程度，她接二连三提要求，我们都满足了。她尝到了闹事的甜头，才会越来越过分，闹得越来越凶。眼看我们几个工作人员面面相觑不松口，老太太两眼一翻往地上倒去。门口早就等在那儿的中年女人赶忙冲了进来：“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快来人啊！我妈要被物业逼死了。”好，没问题，我去。我一松口，刚刚还昏迷不醒直蹬腿的老太太立刻悠悠转醒。哎呦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赶来扶着她的中年女人正是她的女儿。妈，你是被物业气得晕过去了，
哎，年纪大的人啊，就是受不了刺激。俩人一唱一和，一下子把我们物业架了上去。物业经理一个头两个大。您这话怎么说的？您让小区保安单独去给你家做饭，这放到哪儿也不合理啊。要是保安都被叫走了，小区的安全怎么办？老太太不依不饶。我又没让所有人都去，我就让他去了，他不是热心肠吗？帮我干点活怎么了？经理彻底被他闹得没了脾气，眼看着他一副一言不合就又要晕倒的架势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那你就去吧，工资按加班给你算双倍。老太太又不乐意了。凭什么给他算双倍？这花的可都是我们业主的钱，你就这么挥霍？物业经理还想再说些什么，我直接拦住了他。放心吧哥，我有办法。经理把我拉到一边。之前没跟你说是怕打击你，这老太太之所以这么针对你，是因为你之前举报的那个黑诊所租的是他家的地下室，他现在地下室租不出去了，这才来找你麻烦。要不你试试能不能跟他说租了他的地下室。见我面露不满，经理赶忙补充，放心，这钱明面上是你给，实际上咱们物业出，花点钱把这个大麻烦解决了也挺好。我却不赞同，直接拒绝。他自己有退休金，儿子儿媳都有工作，工资不低，还赚这种钱，他不丧良心吗？绝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。见经理还要再劝，我赶忙立下军令状。放心吧，这事儿我能解决，解决不了我就干脆辞职不干了。老太太满意的看我认命般骑上电瓶车准备去超市买菜，颐指气使道，我儿子家是顿顿要吃海参鲍鱼的，花椒鱼翅家里也没有了，你也给买点吧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。老太太，这些东西可比我1个月工资都贵呢，你要是把我逼辞职了，以后真死在物业可都吓不到我。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？老太太的儿媳先不满意了，你们什么素质，我就什么素质，你怎么不想想你们是怎么做人的？我毫不犹豫对了回去。行吧，行吧，那你就随便买点菜吧。老太太不情不愿地松口。放心吧，我肯定认真买菜。我特地在认真买菜4个字上加重了音量。一到菜市场，我就提高音量大喊道，谁有烂菜叶子卖我点呗。我旁边的摊主有些犹豫，我这倒是有烂菜叶子，但是太烂了，兔子吃了要拉肚子的。我笑了，行，给我吧，放心，我不喂兔子。这玩意儿我留着也没用，你要你就拿去吧，不用给钱了。我拎着一堆已经烂得变色发臭的烂菜叶子，拿着刚才老太太儿媳给的钥匙开锁，大大咧咧进了老太太儿子家。屋子里一个人没有，看来这2个人是去老太太家待着了。没人更好，更有利于我的发挥。我倒上半锅油，把菜叶子往里一丢，开大火，然后就跑到客厅沙发坐着玩手机去了。直到厨房浓烟滚滚，我才找块湿巾捂住口鼻，去厨房把火关了。此时烂菜叶子已经被炸成焦炭状，我把烂菜叶子捞出来，均匀地分成5份，4份装进盘子里，分别撒上大量的盐、醋、糖和料酒，再把剩下1份装进大盆，把锅里的油都倒了进去，紧接着又从卫生间接了点水，一口气倒进去，然后把盘子和盆都端到桌子上摆好，4菜1汤就这么准备好了。我从冰箱里拿出几个鸡蛋，往厨房地上一丢，再把蛋清蛋黄一抹。看着眼前一片狼藉，我满意地点点头，直接把钥匙扔在餐桌上，收工走人。下楼时正好撞见老太太在儿媳的搀扶下走了过来，我全身散发着的烟味让她不悦地皱了皱眉头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不会是在菜市场买的不新鲜的菜糊弄我们吧？我这也是怕做饭太晚饿到你们一家，这才着急忙活弄了4菜1汤。老太太闻言，面色这才稍微缓和了一些。算你聪明，我儿子确实快下班回来了，那今天就这么算了，明天开始你必须去最高档的超市给我们买菜。我打着哈哈火速告辞。明天我敢做，你敢吃吗？我都走出楼门了，
还能听到楼上传来的惊呼声和随之而至的咆哮声。没过一会儿，老太太就在儿媳的搀扶下堵到了物业门口。你把我家弄成那样，竟然就这么跑了？我一脸无辜，我之前都说了，我不会做饭，您非要赶鸭子上架。你……老太太被我气了个仰倒，一口气喘不上来。赔钱！她的儿媳一边扶着老太太，一边掷地有声地甩出2个字：哎呦，您这话说的，合着你们一开始逼我去给你们白做饭，就是想敲诈勒索要钱啊？我故意提高了嗓门，把6湾的居民全都吸引过来。大家很快就搞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冯婶，你怎么又闹啊？就因为心疼你地下室那点房租，非跟人家保安过不去了是吧？就是让人家给你跑东跑西的干活也就算了，现在还想要钱，敲诈勒索可都是违法的，人家要是报警，你们一家子都要进局子的。老太太气得一张老脸都紫了。你们是不知道她把我家厨房搞成了什么样。我笑了笑，继续无辜道：我只是给您做了4菜1汤，我能把厨房搞成什么样啊？您不会是故意制造事故，就想讹我吧？你不要脸！我耸耸肩膀。见我油盐不进，老太太又冲进经理的办公室。这样的人你还不赶紧开除？一点都不为业主的利益考虑。经理一脸无语。老太太，咱也适可而止吧，你让人家干活人家也干了，让人家给你当免费保姆人家也当了，怎么还没完了呢？这时老太太的儿子也下班找了过来。搞清楚事情原委之后，他不耐烦地开口和稀泥：我单位一堆事儿呢，没空断你们的关子，这样我妈年纪大了，你们让着点儿她行不行？我气笑了。你想我们怎么让？你当着全小区的面给我妈道个歉，然后给我妈1万块钱，算是她房租和我家重新装修的补偿就行了。老太太还有些不情愿。我儿子人好，不愿意和你们多计较，那就这样吧。像是他吃了多大亏一样。你们确定？我玩味地看了这蛮不讲理的一家人一眼，见他们都理直气壮地点了点头。好吧，原本我还想着别闹得太难看，既然你们一个个的都不知道要脸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我把身上的保安制服一脱，对着经理道：我今天得请1天假了，下午有事要忙。经理面露不解，还是同意批了假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想逃跑是不是？老太太颤巍巍地上前阻拦。我一把把她推开。放心吧，下午咱们还会再见面的。我从小区离开之后，直接开车去了老太太儿子的单位。老太太儿子是体制内的，这我一直都知道。之前没拿这事儿做文章，无非是觉得老太太胡搅蛮缠，做子女的可能也拦不住。但是看他儿子今天下午的态度，我确定了，这一家人没一个好鸟。既然你不忍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我直接站在老太太儿子单位大院，扯开嗓子大喊：谁是冯正良的领导？能不能别天天给冯正良安排那么多工作？没喊几句，就有人过来问我怎么回事。你是冯正良领导？您先说说发生了什么事儿，我帮您协调解决。我摆出一副不愿意合作的态度。你不是他领导，我和你说不着，这事儿只有他领导能管。来人无奈，只能把我带到冯正良领导的办公室，说领导现在正在食堂吃饭，马上就会过来。我这才偃旗息鼓。你们也别怪我来闹事，我也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又要干活又要掏钱的，我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正巧这时领导回来推门而进。这位同志，你有什么情况要反映啊？你就是冯正良的领导？对，我是。你有什么事儿对我说就行了。我立刻摆出不满的姿态。你们平时也给冯正良安排太多工作了吧？他现在家里没人做饭，天天到我们物业闹事，让我们保安上门做饭，做得不好还要给他们家赔钱。什么？有这种事？领导表情一肃。我拿出之前录下的老太太来我们物业闹事的视频。你看看，这就是冯正良的亲妈，非让我们去给他儿子做饭。我想了想，
肯定是你们给他安排的工作太多了，他忙不过来。我特地拉动进度条，找到老太太说她儿子是公务员那段，放大音量。整个办公室都回荡着老太太那句：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儿子可是公务员，为人民服务的，你们回报他一下怎么了？这位同志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好好和冯正良同志聊聊，让他做做家属的工作，绝不让他家人再背着他干这种事。背着他，我一下就听出来了，感情这领导是想把冯正良摘出来，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我又放出了中午他跑到物业时我专门录下的视频，想让我干活还想让我掏钱的，可就是他本人呢。这下领导的脸彻底黑了下来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把问题解决，我们绝不允许我们的队伍里有这样剥削人民、占人民群众便宜的人。逼得冯正良领导再三保证，我才满意的从冯正良单位离开。但现在还不是回小区的时候，我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先找了家餐馆，点了几个菜，美美的饱餐一顿。毕竟晚上还有活要干呢。眼看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才走进我们小区附近的学校旁边的打印店。这2张照片帮我打印出来。对，要大的，越大越好。等到学生放学，我直接拎着老太太一家3口的海报往学校门口一站。这是哪位同学的家长？敲诈勒索，到处讹钱，把地下室租给不法分子开药留黑诊所，害得小姑娘进重症监护室。学生涌出校门，都凑过来看热闹。居然还真有认识这仨人的。他们立刻把一个胖墩墩的男孩揪了出来。冯星辰，这不是你爸妈和你奶奶吗？真没想到你家人竟然是这种人。小胖墩儿满脸通红，哇的一声哭着跑开了。毕竟是小孩子，我也没多纠缠。见效果达到，直接收起海报离开。等我回到小区的时候，物业经理赶忙迎了上来。好家伙，你干什么去了？那个冯老太太下午就赶过来道歉了，说以后再也不使唤你干活了。我莫测高深地看了她一眼。这算什么？等着吧，好戏还在后面呢。第2天，我迷迷糊糊地走出家门去上班。一踏进物业大门，立刻清醒了。面前站了一排人，老太太带着儿子儿媳一家人站得整整齐齐。真不好意思，前段时间我老糊涂了，惹您不高兴了，今天我给您赔礼道歉了。老太太儿子儿媳急忙将手中的礼品盒送上来，然后鞠躬道歉。算了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也别闹得太僵，以后咱们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了。物业经理看得啧啧称奇，等着这3人点头哈腰地道完歉离开，才好奇地问我，你到底是用了什么办法这么好使？我悠哉悠哉地回答道，一家人总不可能全都可以不要脸挑要脸的说理就行了。如果说这件事之前小区里还有人觉得我憨厚好欺负，总想指使我帮忙干活，这件事情之后就再也没人敢来找我麻烦了。毕竟连小区里出了名难搞的冯老太都能搞定，一看我就是个不好惹的人物了。因为我自从上任以来好像就没消停过，先是帮人捉奸，让小区上了热搜，给小区狠狠地打了一波广告，又是打击黑诊所，救了一个花季少女的性命，现在又制裁了全小区最能找麻烦的冯老太。我被提拔为小区的保安队长，甚至还有别的小区请我过去给他们的保安进行培训。我的这些事传扬出去，倒是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小区了。但我没想到，这也并不全然都是好事，甚至还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。比如说现在，当我晚上巡夜的时候，突然发现小区的树林里有动静，隐隐还有些亮光照进来。我走过去一看，竟然是一男一女2个人滚在一起。见我过来，这俩人不仅不慌张，反而还有些高兴。他们当着我的面笑着击掌，打卡成功。见我一脸疑惑，他们解释说，听说你们小区保安特别负责，我们就想看看等你值班的时候，我们到你们小区树林里睡一觉会不会被发现。看着我震惊的表情，
这俩人还有些得意。看来你们安保确实做得不错，竟然发现了我们。我们现在也算是打完卡了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看着这俩人不急不慢地穿上衣服，拎着包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，我感觉脸上的表情彻底裂开了。可这还仅仅是个开始，那对情侣的行为竟然还带起了一波流行趋势。越来越多的人跑到我们小区，以各种让人难以想象的方式打卡。树林里、石头后面，甚至是地下室的楼道，每次被逮住，他们脸上都会露出蜜汁满足的神情。当被我问到原因的时候，他们脸上笑意更深了。你不觉得很刺激吗？就这种随时可能被捉到的感觉。我木着脸选择了拨打报警电话。见我直接报警，这群人才有点急了。大家都是玩玩，你怎么还报警呢？你们都不是我们小区的业主，却莫名其妙跑到我们小区发疯，这不得报警查查吗？那是你们自己人愿意收钱，主动帮我们刷卡放我们进来的。这时我才觉得事情有些不对。平时小区业主看到有人说自己没带卡，帮忙刷一下是正常的，什么时候这居然也能收费了？那就是业主明知道想进小区的不是什么好人，却还是要把人放进来了。警察赶到之后仔细盘问情况，这两个人交代说是他们私下流传的窍门，只要在小区的门口徘徊一会，就会有人上前搭话，主动帮忙刷卡，一个人30，两个人50。进你们小区还挺贵的呢，我们两个就是太老实了才掏这个钱进来的。第二天，两个便衣警察就在我们小区门口徘徊，果然没过多久，就有人凑了上去。你们也是想进我们小区吧？我是这儿的业主，可以帮你刷卡，31位，52位，你看怎么样？见到来人，我们所有人都吃了一惊，随即又觉得情理之中。因为这个人正是先把地下室出租给黑诊所，又想占小便宜让我去做免费保姆的冯老太。上次他儿子孙子被我闹过之后，他带领全家到物业找我道歉，在之后就一直没闹出什么幺蛾子。我本以为这家人就此安分下去了，没想到现在竟然还在作妖。当我们上前把他围住的时候，老太太还振振有词：我只不过是乐于助人，想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有错吗？真想帮助别人，你还收费。两个民警被他气得哭笑不得，老太太反而更理直气壮了。不然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好人坏人？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真心想进我们小区？愿意给你钱的就是好人。那当然，愿意支持我一个老太太的生意的能是什么坏人？我们物业和警察全都感到无语。这种事只能召开业主大会，当其他业主知道冯老太收钱帮别人刷卡进小区的时候，都炸开了锅。就这样随便放别人进来，我们的安全怎么保证？不行，咱们得和冯老太的儿子好好说说这个事。冯老太见状一下子急了，连忙阻止。自从上次他逼得我去大闹他儿子的单位和孙子的学校之后，儿子孙子都怪他给他们添了大麻烦。现在他们一家关系还没缓和呢，这要是让儿子知道了这事，估计又少不得大吵一架。他好说歹说，左求右求，才让其他业主勉强松口，同意先不跟他儿子说。但是如果以后再发现你为了赚钱放乱七八糟的人进小区，我们不仅要找你儿子，还要让警察追究你的法律责任。冯老太现在彻底怂了，半句话不敢多说，连连点头保证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做这种事了。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，我思前想后，还是决定向物业提出辞职。物业经理有些意外我突然离职，业主也没有怪你的意思，大家都很肯定你为咱们小区做出的贡献啊。我摇了摇头，现在因为我当这个保安已经出现这么一堆事儿了，再干下去就是给大家添麻烦了，况且我还有别的事要做，也确实抽不出太多时间了。这段时间我每天值班巡逻，没空盯着电脑，因此有些股票来不及出还率了，一想到这些钱，我到现在都还肉痛。
与其当保安被当成旅游景点观赏动物，还不如我收拾收拾回家炒股赚钱呢。见我态度坚定，经理大手一挥，批了我的辞职申请。之前也觉得你这种名校高材生不会一直在这儿当个保安的，以后如果还想体验生活，欢迎再来啊。我点点头，走出物业的大门，但心里想的是，这辈子打死我也不干了，天天累得要死不说，还这么一堆糟心事儿，惹不起惹不起，我还是好好在家里待着吧。这辈子的保安之路走到这儿，就算是彻底完结了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